1936年春天，算命大师韦千里呢约了几个好友打算到木渎古镇呢去旅游。这个地方不仅呢风景雅致，当地的特色美食呢也是很有名。于是，在算命大师的一通张罗之下，包括好友唐先生和毕家兄弟在内的一行6人坐上火车向苏州出发。一路上，大家伙也没闲着兴致勃勃地听着韦千里和唐先生介绍木渎的各式招牌菜众人听的是口水直流恨不得下一秒钟就赶到镇上大快朵颐。此行的目的除了品尝特色小吃之外呢，这韦千里心中还盘算着另一件事情，打算拜访一位隐居此处的高人。只是没想到此行竟然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韦千里口中的高人呢，是一位前清的秀才，精通命理的夏老先生。后来为了生计呢，在北京和天津呢开馆算卦，赚了不少钱。到老了呢，就在这木渎安置田产，从此是颐养天年，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这秀才的身份，算是有功名傍身，当地人呢都尊他一声夏老。夏老隐居在古镇上，很少为人算卦相命只有熟人之间请托呢，才勉为其难为人看看八字。不过呢，从不收钱氪金，事后请自己到镇上的馆子里饱饱的吃上这么一顿呢，当做答谢就可以了。韦千里事先拜托自己的好友唐先生呢，给夏老写了一封信，里面附上了几张八字，约定到了木渎之后呢，请夏老开下金口聊下八字。作为领队的唐先生是轻车熟路，下了火车之后带着大家伙是直奔夏老的住处。对面招待他们呢是夏老的侄子一见面是笑呵呵的说道：“真是奇妙，你们果然来了一个八仙过海。”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伙这才注意到，我们正好8个人，而且是7男1女的八仙之数唐先生开口问道：“老弟你倒是说一说，这有什么奇妙的？你们在信上不是说要来吗？夏老今天早上就起了一卦。”说着从抽屉里呢取出了一张纸笺，上面写着一首卦象诗：“有客西来5客到，6人中路成八仙。畅游木渎邓位后，海上纷飞各自旋。”大伙儿一看，哎呦，这夏老果然是名不虚传，竟然把我们在路上的一段偶遇都算了出来。原来这韦千里一行呢，原本是6个人呢从南京启程。当火车到了镇江之后赶巧了，碰上老朋友郑氏夫妇下车。韦千里赶忙隔着窗户与对方打了个招呼。夫妻俩一听说韦千里要去苏州算卦，顿时来了兴致立刻改了行程，补了车票，和大家伙是一同来到了苏州。原本6人上车，下车后变成了8人，中途的一个小插曲呢也被夏老算了出来。至于最后一句呢，是因为他们盘算着旅行最后一定要到上海一游。看了卦辞，大伙是无不惊讶于夏老卦象的奇妙。如果不是碰上了郑姓夫妇也凑不成这八仙之数8人中有1人不去上海，也成不了八仙过海看来这次来拜访夏老是不虚此行到了晚上，韦千里等人将夏老请到镇上的馆子里，大家伙是边吃边聊。韦千里与夏老算是同道中人，说起八字命理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也算是一次同行切磋。要算命的人中有一对呢富家兄弟哥哥呢是毕家春，弟弟呢是毕家秋，兄弟俩都在南京军部工作。此行呢打算让夏老看看工作调度的事情。夏老瞧了瞧兄弟俩的八字，又看了看他们的相貌，一皱眉头：“奇怪，你俩长得可太像了，还真挺像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众人听的是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心想这话怎么讲什么叫看起来像呢？人家那就是亲兄弟坐在一旁的唐先生呢，赶紧打圆场：“夏老他们兄弟2人呢都在南京军政部门工作，已经10多年了现在呢有个外调的机会，可俩人不能一起去，请您老看看这兄弟俩谁能外调呢？”这个简单，
夏老斩钉截铁地说：“不过呢，我还得问问你们俩到底是不是亲兄弟？你们二人长得像，可从这八字上来看，你俩可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应该是有各自的父母才对呀。”这算命先生铁口直断，此话一出啊，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尴尬到了极点。在场的可都知道他们是亲兄弟，怎么到了夏老嘴里就变了呢？毕家兄弟啊，是富家公子哥啊，在南京的上流圈子里呢，也是数得上头面的人物。听了夏老的这番话，脸上是自然挂不住。夏老啊，我和我兄弟那是从小一起玩到大，从来都没有分开过的。我们还有2个弟弟，我们兄弟几个都长得像我母亲，应该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这就怪了，你们二人的八字一排出来，明显就不是亲兄弟啊！从八字看，你毕家春应该是家中次子，而不是长子，而且出生不久啊就离开了父母，出继别姓，否则不能长大成人。而你的二弟毕家秋，他才应该是毕家的长子啊！但现在啊，你却说自己是长子，说家秋是你二弟，而且10年来你们都在一起做事，那么你们应当和父母同住喽？兄弟二人呢，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我们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到了南京。老先生，您肯定是算错了。”唐先生觉得啊，这毕家兄弟的身世呢，也不便当着众人的面继续深究啊，就赶忙的转移话题，问夏老：“他们哥俩到底谁能外调呢？”夏老接过话茬：“这事儿早已命中注定，毕家春会在35天之内调离南京。”毕家春听了，心里是惴惴不安啊，毕竟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就问了一句：“那您说说看，我大约被调往何处，又会待多久呢？劳烦夏老替我算一算这日后的运程，倘若出远门，是否会顺遂平安？”夏老看着纸上的八字说：“要说你的命也很奇怪，离父母越远，对你是越有利。你离开南京不久之后呢，就会高升。到了明年呢，你会成家立业。”听到夏老将自己结婚的日子都算出来，毕家春是难免喜悦之情。但夏老话锋一转：“只是你这一去非10年不可，可谓是小别近10年，故乡非故土啊。”说到这儿夏老呢也不再往下说了，大家伙是知趣的吃吃喝喝，尽情的品尝木渎古镇的美食。那么夏老算的到底准不准呢？这毕家兄弟的父亲毕老爷那可是杭州出了名的大丝绸商。结婚第6年，太太周氏才有了身孕。毕老爷呢是满心欢喜，盼着家里能添丁进口可没想到呢，这边毕太太进了产房，眼看着要分娩了，毕老爷呢却因为肠炎也进了医院，病情一度恶化。生怕自己见不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这毕老爷呢便留下了遗嘱，要生个男孩就叫家春，要是个女孩呢就叫她家富。没多久，毕太太便产下了一个男婴，只是夫妻还没来得及看上这孩子一眼呢，这孩子呢就早早的夭折了。这个消息对毕家不至于晴天霹雳，毕太太整天是以泪洗面，不敢将实情告诉给毕老爷，生怕毕老爷一时想不开，就盘算着不如干脆花钱买个男婴。巧的是，娘家嫂子在第2天也产下了个男婴。想到娘家嫂子日子清苦，毕太太呢就想把这孩子过继过来的想法呢告诉给了哥哥和嫂子。这哥哥和嫂子倒也痛快，就同意了这件事儿。毕竟这毕家是财大势大，孩子过去呢肯定是衣食无忧，于是呢便将刚出生的次子过继给了毕家，并替夭折的男婴取名呢就叫做毕家春。后来毕老爷康复出院呢，知道了这事儿，碍于颜面呢也没有声张。到了第2年冬天，毕家又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后来的毕家秋。再后来2个儿子是相继出世。毕老爷觉得正因为过继了毕家春，才得以让毕家香火延续，人丁兴旺，所以呢对过继来的毕家春是视如己出，按照长幼顺序呢将毕家春呢当做毕家的长子，很是疼爱。要不是这夏老点破此事，这件事儿恐怕是没人知道。毕家春呢本姓周，是周家次子，那么过继到毕家呢就成了长子。夏老说他出继别姓也是真的。
再从关系上看呢，这毕加春和毕加丘是表兄弟，不是亲兄弟。这一点呢，夏老从八字上也看了出来。不久之后，军部下达了调令，毕加春果然在35天之内被调往了华北某军区任职。原本是上尉军衔，调任后呢，升为了少校，并于次年呢和天津富商之女齐氏结婚。由于军部呢有3年不缺勤的升级规定毕加春呢再怎么想家也不敢请假回家。毕加春调任华北之后呢，特意写了封信寄给了夏老，信中特意为去年顶撞一事致歉，在信中还不忘请教几个问题，想要征求夏老的建议。一在北平人事不和，今年是否有望调回南京？二呢是自己想离开军界改行谋生，是否有机会？不久呢，毕加春就得到了夏老的回复，信中说第一呢，今年他不但无法调回南京，而且10年之内自己只能是一路向西北走，不易南回，还说了一句小别竟10年，故乡非故土。第二呢，至于说改行谋生，今年秋天会有良机，不可错失。读完这封信呢，毕加春甚感欣慰，毕竟自己很关心的改行谋生，今年秋天就有机会了。不过呢，对于小别竟10年，故乡非故土这句话十分的不解。如果今年有机会改行，离开了军部，自己岂不是随时就可以回南京吗？怎么说是小别竟10年呢？对于故乡非故土这句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接下来毕加春就盼望着夏天能赶快过去，只要一立秋就可以验证夏老的话是否属实了。很快入秋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毕加春在办公室里突然之间接到了岳父从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岳父催促他尽快带着太太回天津，有要事相商。当时呢，从北京到天津交通很便利，不少人在周六下班之后呢，搭乘火车去天津夜总会，那么第二天呢，再搭晚班火车回京，既能好好的消遣放松一番，又不影响周一的工作。于是当晚呢，毕加春就带着太太齐氏去天津拜见岳父。见了面，毕加春才知道，原来岳父与2位友人合伙经营了一家西北土特产的茂德公司，总部呢设在西安，并在北京和天津设立了2家分公司。当天是西安的总公司发来电报，说这业务主管突然之间胃穿孔进了医院，至少需要休养3个月。现在正是秋收季节，是公司的销售旺季，这公司不能没有负责人。岳父呢，这才想起来女婿毕加春，要求他务必在1周之内赶到西安，走马上任接管生意。这毕加春呢，很是为难。一方面在军部任职有严苛的要求，想要辞职另谋高就，那更不是件说办就能办的事儿。另一方面呢，就算是这一切顺利按照正常程序走等到辞职书批下来，来来回回也至少得1个月的时间。可令谁也没料到，当主管得知毕加春要辞职这二话没说，立马签字。处长呢也主动的向南京军部发电报请示，在2位主管的不断催促之下，原本至少1个月的程序，第2天毕加春就拿到了南京批复的来电，辞职的事儿就这么痛快的给解决了。后来毕加春才了解其中的缘由原来主管呢是希望自己到任后能多加关照他在茂德工作的表弟，处长呢则是打算把这个空缺留给自家的亲戚。这样看来多方巧合，看似有心又似无心，都在这命运的转盘中相互交织。毕加春带着太太来到了西安，没多久就爆发了震惊国人的7七事变，拉开了8年抗战的大幕。不久，蒋介石呢为了对抗日本，决定以四川为据点，于是呢国民政府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和工业建设。茂德公司配合国策呢，将公司的经营由北京和天津改向西南发展，并在经营中收获颇丰。最终经过8年鏖战呢，国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在抗战期间，日军攻陷了南京，包括毕家在内的许多城民不得不迁移。毕家原来居住的宅院呢毁于炮火，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毕加春才有机会回到了南京。然而那正是他离开南京的第10年，
昔日的故居呢，也早已成为了一片废墟。夏老所言“小别近10年，故乡非故土”至此是全部应验了。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